1只烧鸡，1盘猪头肉，2斤馒头。男人本来打算胡吃海喝一顿，可哪料店小二竟担心他没钱付账，只因在此之前他只是楼下一个卖枣的。原本孙成海在街上伪装成卖枣小贩，就为了刺杀鬼子亲王。可哪料好不容易等到目标出现，正当他准备开枪时，却被楼上一盆冷水给耽误了最佳时机。于是孙成海气冲冲的就跑到楼上去准备找人理论，可没想到这人竟是陈峰。我是来助你成事儿的，听我的话，保准让你杀了那鬼子头。但是有一条，出了风头就赶紧跟我回去，你那帮兄弟可都等着你了。一听陈峰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孙成海连忙乖乖的坐了下来，准备向陈峰讨教下计策。那个骑兵队长前呼后拥的，你进得了身啊？他在马上移动速度那么快，长枪很难瞄准，得先把马队给清算了，让那鬼子头落了单才能下手。见陈峰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孙成海心里也踏实了，于是准备答应跟他一起行动。不过行动前也得吃饱肚子啊，可哪料两人身上都没钱。最后孙成海还是在陈峰的提醒下才知道，原来这家饭馆是大汉奸康宏德开的。于是他二话不说就准备胡吃海喝，直接点了1只烧鸡，1盘猪头肉，2斤馒头。一旁的店小二见状直接都傻眼了，十分担心孙成海没钱结账。吼啥？这位爷刚订了我20筐枣子，怎么着？怕我不给你钱呢？还不快去！得嘞！转眼间孙成海就已经将桌上的食物都吃得干干净净，临走时还不忘砸掉人家一个碟子，随后大大方方的跳窗逃单。陈峰也紧随其后，只剩下无奈的店小二在风中凌乱。然而陈峰跟孙成海两人在县城一直在找寻伏击鬼子亲王的机会，可无奈一直没有想着能惊着鬼子军马的办法。而就在此时，突然身后一声轰鸣爆炸的声音吸引了两人的注意力，原来是一老人家正在炸爆米花，于是两人当即就有了主意。哎，老头儿，生意借俺俩做做。哎呀，我看你们俩人高马大，有胳膊有腿的，抢我这老头子生意干什么呢？啊，喜欢。哎，家伙事儿给俺俩试试。吃爆米花可以，要想动我这老土炮啊，除非把这命先拿去。嘴笨心直的孙成海无论怎么劝说，老人家就是不愿意答应将这老土炮借给他，最后还得是陈峰出马。可当他提议让老人家直接将老土炮卖给他们时，却被告知需要拿2袋白面来换。啊！我说老头儿，你疯了吧你？就这炮上值2袋白面？眼见今儿个肯定是没办法谈成了，于是陈峰便拉着孙成海一起商量着如何弄到2袋白面。此时孙成海突然有了个好主意，那就是准备继续去敲汉奸康宏德的竹杠。只见他大晚上的溜进了康家的宅院，随后扔了一封信吓唬吓唬康宏德。等康宏德看完信后，立马就安排手下乖乖的将2袋白面给送到了指定的位置，这下就可以顺利的换取老土炮了。有了他，陈峰跟孙成海紧接着就准备伏击鬼子亲王了。他们打算等鬼子亲王队伍过来时，借孙成海爆米花机爆炸的声音来掩盖陈峰的枪声，而且爆炸声还可以惊着鬼子的军马，等他们慌乱之际，这样更容易下手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等鬼子过来时，孙成海正在奋力的让爆米花机发出爆炸声，突然迎面却来了一个小孩。爆米花，不是。